在猴崽子们热火朝天的兴奋中，今天下午的课很快就结束了。等到家的时候，魏无羡还处在极度郁闷的状态，并不是因为春游的事情，而是他问了每个班的人，都没有女生和他是同一天生日。难道蓝湛喜欢的那个女生不是我们学校的？这就是让魏无羡郁闷的点。这蓝忘机向来都是按点上课，到点回家的，居然还能认识外校的女生的吗？实在想不通，魏无羡也不再纠结，他一心想着晚上蓝忘机又会做什么事。他换了一套睡衣，照样把校服扔到洗衣机里，自己又躺到了沙发上，笑着闭上了眼睛。嘿嘿，今天早点睡觉，说不定还能看到蓝忘机和他的小女友聊天的场景。刚刚进入梦境，魏无羡就感觉到周围暗得很，甚至还有点冷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知道这肯定是蓝忘机的家。果不其然，魏无羡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蓝家别墅的客厅里。他无意间抬起头看了一下时间，却发现壁钟上的时间有些不对劲。12点半，这什么呀？我睡觉的时候也才11点啊！魏无羡好奇地想着，他随意地在客厅里逛着，想着蓝忘机已经睡着了，也就想着要不要趁这个时候去看看他的日记本。他就听到了一阵不同寻常的声响。魏无羡往阳台上看去，一道黑色的身影鬼鬼祟祟地撬开阳台窗户，猫着身子走了进来。魏无羡的心里警铃大作，小偷？入室抢劫？还是要绑架？他急忙跑到蓝忘机的房间，准备把人从床上拉起来，让他快跑。现在蓝启仁和蓝曦臣根本就不在家，蓝忘机自己一个人招架不住的。正当魏无羡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，可蓝忘机自己却走了出来，恰好看到了小偷的身影。魏无羡的呼吸都停住了，他看到了小偷想要逃跑了，却被蓝忘机制止了。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魏无羡想要上前帮忙，但他的手在穿过两人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这是梦境。紧接着，魏无羡就看到了一道亮光没入，蓝忘机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缓缓地倒了下去。魏无羡的脑子顿时罢了工。那小偷觉得自己伤了人，他忙不迭地跑了，只留下蓝忘机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任由血液流淌。蓝湛，快醒来，快醒来啊！魏无羡这一下把自己给喊醒了，他一睁眼就跌跌撞撞的起来，看了一眼手机，12点整。还好，还没到时间。魏无羡也没有换一套衣服，他也没有管洗衣机里还没晒的衣服，穿着一套睡衣就跑了出去。等魏无羡跑到蓝忘机家门口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12点25分。魏无羡也不管有没有人发现他，也不管那一道铁门是否会刮伤自己，他急忙伸手翻过了铁栅栏，直接开始砸门。蓝湛，蓝湛，快起来开门！魏无羡生怕蓝忘机已经遭遇不测，他还时不时地往阳台的方向看去，但很快别墅的门就被打开了。只见蓝忘机披着一件衣服，显然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头发也有些凌乱。魏无羡也没有心思去调笑他，他急忙冲进了别墅，往阳台方向奔去。蓝忘机也没料到魏无羡居然会跑到他们家，而且还二话不说就往别墅里面跑。饶是蓝忘机也没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关上了门，跟着魏无羡走了进去。魏无羡一来到阳台，脸色立马就变了。果不其然，那个小偷显然是被魏无羡那一阵砸门声吓着了，他缩在一个角落里，企图蒙混过关。可魏无羡并不打算放过他，他一把把人揪了出来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拳。那人显然是没有预料到会有人突然跑过来打扰了他的好事，在受了魏无羡一拳之后，他就被打清醒了，想着反正已经暴露了，索性打了起来。蓝忘机原本也想参加，但魏无羡却喊了一声别过来，打电话报警。一听到报警，这小偷也急了眼，他从身上拿出了小刀，准备去刺魏无羡。魏无羡眼前刀光一闪，他就知道那人已经把小刀拿了出来，自然不敢怠慢，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与他纠缠，直到警察来了，魏无羡才得到休息。灯火通明，原本整洁的客厅被弄得一团糟，魏无羡光是看着就是一脸惨不忍睹。蓝忘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，说道：“你有没有受伤？”“没有，那家伙的身手不行，有刀也伤不到我，放心放心。”
魏无羡又看了一眼客厅，脸上的笑容显得不是很自然。那什么，我先帮你收拾一下客厅吧。蓝忘机说道。不必，因我先去做笔录。原本魏无羡想要跟警察说他是临时到这里来的，但蓝忘机却把他拉到了身后，道：他临时在我家住一晚，有何意义？魏无羡：好吧。看着蓝湛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撒起谎来居然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事情解决完之后，蓝忘机就带着魏无羡回到了别墅。蓝曦臣正好从外面回来，见蓝忘机带着魏无羡一起回来的时候，还有些诧异。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蓝曦臣便和魏无羡道了谢，也说了天色已晚，让魏无羡在这里睡一晚，明天他和学校请假，让两个人在家休息。魏无羡自然留了下来，他今天一定要让蓝忘机开口说他到底喜欢谁。客厅又恢复了最初的状态，魏无羡也已经是筋疲力尽。他看了一眼手机，都2点了，难怪这么累。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问蓝忘机了，他一头倒在了沙发。蓝忘机走了过来，看着魏无羡毫无形象地倒在了沙发上，他单膝跪在他旁边，伸手轻轻地摇了摇他。魏婴，到客房休息。魏无羡显然已经睡熟了，他闷哼了2声就睡了过去。然而梦境依旧不让魏无羡休息，他一睁眼差点崩溃。蓝忘机居然公主抱他，魏无羡险些吐血。再看蓝忘机走的方向，魏无羡更想醒来，直接跑回家去。蓝忘机公主抱他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里。但是挣扎了半天，魏无羡也没有醒来。见蓝忘机把自己放在床上，自己关了灯之后就老老实实的睡在他的旁边。魏无羡长叹一声，也不想去管那么多了。紧接着他看到蓝忘机偏过头，在一片黑暗中盯着他的睡颜，眼睛一眨不眨的，像是要看穿什么。魏无羡也饶有兴趣的和蓝忘机对视，但很快蓝忘机就收回了目光，轻叹了一声，也跟着休息了。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迷迷糊糊的，终于能够安安心心的睡上一觉。魏无羡险些泪流满面，但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这宁静的片刻，他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拍他的肩膀，耳边还传来蓝忘机毫无语气可言的声音：魏婴，魏婴，起床了。魏无羡心中大喊：我的天，我闭眼才几分钟啊，这就已经到早上了，这还让不让人好好睡一觉了？然而现实却是魏无羡躺在床上雷打不动，完全没有理会蓝忘机的意思。蓝忘机不知道是拿他没办法还是无奈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十分耐心地坐在床边，伸手替他撩开遮挡他眼睛的刘海。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又开始喊：魏婴，起床用早餐。魏无羡在家起床也是懒散惯了的，他翻了个身，在家里可以抱着被子再睡一会儿，但是他睡得迷糊，再加上蓝忘机也在这里，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，直接抱到了蓝忘机的腰上，头很自然枕在了他的腿上。